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剑魔绝活哥的一个上路对线情况，还有他的出装符文搭配。出装和符文就没有太多变化，就是常规的一套出装哈。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去看他的一个对线，对面的话是猴子上单。还有就是这个皮肤啊，就是致敬 TS 的赛的一个皮肤。一个 Q 赶紧走，打断了对方的一个打野入侵，不是吧？这里拦住对面佛爷哥了啊！这个野怪没拉脱，有点坑了。这里的话，因为龙王的 E 技能啊，所以没办法，不能怪队友了。这里，因为龙王的 E 技能是一直在吸着。但没关系，这局阿狸还不错。阿狸你可以看到他一达到线权以后，第一时间就赶过去帮忙，这种就纯高手局。这里的话，因为猴子的 Q 技能是可以增加一段攻击距离的，就相当于你在另一端的，就比如说你拿着一个木棒嘛，然后从另一端敲向另一端是敲向别人，你就拿着最远的这一端，所以攻击距离感觉就像远了一样，就符合猴子这种特性。有大灭，打了一套。直接收下对方，这波想要把兵线再推进去的话，有点冒险。但对方以为会走，赶紧撤。说实话有点冒险，但这样的话就不亏。不过刚刚那波兵线就相当于亏了一整波兵线。这样子推的话，下一波兵线还是进塔吧？没有，控在塔前面，但很快就是回推线的。这种兵线很快是回推线的。哦，佛爷哥露脸了。对面打野准备入侵蓝，没有，应该是刷完了。像这种肉猴子的话，他就很会利用二技能去骗伤害。如果说你有致命关键的一些伤害，这里立刻开大灭跑。知道对方要来，猴子的话，你看没有？这里没有往后走，但是就是瞬间回头。但这波的话，失血可以反杀的，一个 Q接平 A。其实 E 的话往后拉，但就很难说接平 A 了。不过一个满的 Q 的话，应该是可，就是最外围那圈刮到。应该伤害会更高，应该也是可以秒的，没关系，稳稳拿下就够了。这里上路拿下优势以后，队友那边双路送了一波，送了个人头2换1。
看这个皮肤啊，就致敬这个这位职业选手啊的赛。说实话，我也是确实蛮喜欢他以前的打法。现在虽然说现在已经变了，你说他是人的问题呢，还是游戏的问题，不好说。就让大家就是很多事情会由时间长了，就是会变成历史。这个皮肤的话，其实就是那个机械霸天那个霸天系列的皮肤魔改过来的。你看这里，哇，对面的这个猴子真的玩得很好，他很会用假身去那个什么骗技能。但剑魔这英雄就其实还好，他不怎么怕被那个骗一套伤害。如果说换一些法师，或者说像格温，是吗 ？W 开就是 A 满以后 W 上去 WE 或者 EW 上去就打一套了。哦，这里有大面，找个机会。龙的话应该是不好拿了，这里想强行打，因为队友在附近的，一技能拉开失血，再吃上果子还能打。猴子的话，这是假身猴子，已经被骗了那么多次了。阿狸还好，这里面这个阿狸是会玩的。这的话，阿狸的话意识特别好。对面的话几乎都是远程，除了猴子，但他一直没有来逮住对面猴子，所以这局的话，凯隐的话大概率只能变蓝凯了，想变红凯都没太多机会。你看这个回城特效，就是致敬他在打 G2 的时候的一个河道剑魔，是吧？那局应该快输了，其实劣势还是蛮大的，但就是利用就是这波机会，硬是把节奏点打回来了。像现在这个版本的上单 MVP， 除了表现就是那种虐菜局吧，然后你打这种高端局其实很难拿，除非对面是真的菜，然后被你现杀，然后你能辐射，就是提早去参团，你知道吧？像我这里面只录制了2局给大家，但其实已经是3个小时减掉了很多。有很多是很普通的局，就是 MVP 都没怎么拿到，甚至就评分都没有，我就会减掉它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英雄看起来他就是很屌，或者什么有点虐菜的，因为你要有 MVP 的话，或者说拿到有评分的话，如果没有评分，其实大概率打的也不是一般般，或者说被对面限制了。这种局的话，够呛。就是说明一个点，就上单这个位置，如果你想玩的爽的话，也没那么容易啊。除非就是玩混子，是吧？你想混分的话，你找，其实我跟你说，混分的话，你只要找到一个舒适的英雄混出去就行了。然后时不时看一下我的视频，你就知道
这个英雄的特性是什么？这边的话还是蛮肉的。虽然说星石都已经做出来了，但发现打不太动对方。这猴子回 Q 1，空中 S。好像刚刚劈了2刀，对面的龙王都不掉血了。龙王出了那个冰杖以后，是没想到还蛮肉的。不会对面龙王都是带3绿的吧？这里龙拿到的话，对方就没有龙魂了，两边都没有龙魂。哦，这里绕后逮到对面双路，直接打就行了。这里续不上，往后撤。龙的话应该是可以拿下的。对面猴子在下路出现的话，在那推线的话，就是代表着这个龙他们不想要了。猴子还在等，过来把兵线清掉。这波兵线吃完的话，可以把兵刃给做出来。对面这里的话是想找对面龙王，但好像没找到。这第一条龙优势也没有说提到太多的优势，只是推了一座塔。这里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下路塔给推掉，因为中路的话队友已经给了压力，对方是不可能过来的。哦，这个凯隐的话算是就是强行让自己变了红凯。因为靠自然增长，然后再加上打那个近战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慢的。他毕竟对面远程比较多，打到远程比较多。龙王跟那个谁，对面猴子在后面，难怪。这里直接对面有天铺，天铺的话抵消很多。这里闪现拉回来。那团战打得很好，对面龙王还没死过还是活着。这龙王，这波猴子带了一波节奏，但其实猴子找节奏找的已经很好了，只不过这边韧性太足了。但这个高地的话拿掉了。
死亡物之物的话还差点钱，这里去上路发育一下就好了。龙的话得让队友自己去拿就好了。哦，小龙是拿到了。哦，我靠，搞错了。那水龙魂是有了。哎，我一开始还觉得，哦，对面是把那个，哦，两边都是把双资源控到了。我以为是对方是拿了小龙直接转上路，我当时没有注意看小地图，只看着他对线的那个状况。一甲两吃是吧？哦，猴子开了大灭，伤害很高的，跟着队友打就行了。这种局就队友在 C 的话，其实自己就不用说要太努力了。这龙王的大招还捏在手里面，还没放的。他觉得自己还有后期，这里要回头去把龙给拿了，蹲一手，开了大灭的剑魔1打3是没问题的。哦，这里开大灭追一个 Q 闪，落地压死。对面金克斯打不动，这个经济太差了，现在才3件套。这龙王一直没死过，终于拿了个5-1。那龙王大招还踹在手里面没交的，他就是等着那最后一波团。这个大招留来翻身之杖是吧？然后捏在自己手上，直接死掉了。其实大概率可以直接开个大招，哎，没有，还是很稳，不能把大招乱交了。终于放大了这个龙王。开大灭都是残血，后续收割看一下，应该可以。兵线推掉了。好，那第一局就到这啦。第一局的话应该是没有 MVP 的，然后后面下一局的话是有的。好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。